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这个从业20多年的红娘都感到唏嘘不已。这位来自上海的林小姐，天天嘴上挂着年薪100万，看不起台湾医生男友的事情，在一个急诊室的夜晚彻底改变了。我们今天就好好聊一聊这两岸差异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林小姐今年32岁，是上海某知名外企的高管，人长得那叫一个水灵，身高1.65米，皮肤白皙，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五官精致，穿着打扮都很有品味。她是那种走在马路上都会引来回头率的美女。丽姐，我的条件你也看到了，我希望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最好是金融圈或者互联网大厂的高管，年薪至少要100万以上，身高1.8米以上，年龄不要超过35岁，最好是海归，能力一定要强，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上进心。林小姐在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要求一股脑地说了出来，我听完心里咯噔一下，这条件怕是比登天还难啊。不过我也不好直接这么说，毕竟人家确实条件不错，追求高一点也无可厚非。但我还是委婉地说，小林啊，你的条件是很好，但是你要求的这些条件真的很难同时满足，要不我们先放宽一些条件，多看看再说。不行，丽姐，我就是因为之前找的相亲平台老是给我介绍一些条件不符合的，所以才来找你的。我听说你是两岸都有资源的，所以希望你能多帮我留意。我自己在上海这边条件这么好，找个差不多的怎么这么难呢？林小姐一脸不满地说道。听到这里，我只能暗自叹气，心想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但既然他已经找到我了，我也不能不尽力，于是我答应他会努力帮他物色合适的对象。就在我为林小姐发愁的时候，台北的一位老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台湾的年轻医生，陈医生，今年34岁，身高1.82米，在台北某3甲医院担任心胸外科医生，长相端正，家境良好，为人踏实稳重，还在台大医学院担任兼职讲师。我一听，这条件也太棒了吧！虽然不是林小姐要求的金融圈或互联网大厂高管，但医生这个职业在哪里不是受人尊敬的呢？尤其是3甲医院的医生，那更是万里挑一的好条件啊！我立马把陈医生的资料发给了林小姐，结果她看了之后，第一反应竟然是：医生，台湾的医生能赚多少钱啊？我听说台湾的医生薪水很低的，可能还没有我一半高吧。再说了，台湾那么小一个地方，医疗技术能有多先进？比起上海的3甲医院，可能差远了吧。我当时就被他这番话惊到了，连忙解释，小林啊，你这观念可就大错特错了。首先，台湾的医疗水平在全球都是名列前茅的，尤其是在心脏外科和器官移植方面，有很多技术是领先大陆的。其次，陈医生是心胸外科医生，这个专业在医学界可是顶尖的存在，技术要求极高。至于薪水，虽然可能比不上你说的100万年薪，但医生的社会地位和尊严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啊。丽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追求的是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未来发展。你看现在大陆的1线城市发展的多快啊，各种高科技、高端医疗设备都比台湾先进。我去过台北几次，感觉就像是大陆的2线城市一样，没什么特别的。而且我听说台湾医生的工资确实不高，可能就30-40万人民币一年吧，这在上海连一个普通的程序员都不如啊。林小姐自信满满的说道。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决定给她好好上一课。林小姐，你对台湾的认识实在是太片面了。首先，台湾的医疗体系健全，全民健保覆盖率高达 99.9%， 这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其次，台湾的医生虽然薪水可能没有大陆某些行业那么高，但社会地位极高，而且工作稳定，职业寿命长。再说了，陈医生除了在医院工作，还在台大兼职教学，还有自己的诊所，年收入绝对不低。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薪水上，还有其专业能力、社会贡献和人格魅力。陈医生每天的工作就是救死扶伤，这种职业使命感和成就感是金钱无法比拟的。我语重心长地说道。林小姐听我这么一说，似乎有些动摇，但还是一副不太相信的样子。好吧，丽姐，
既然你这么推荐，那我就见见他吧，反正也没什么损失。就这样，我安排了林小姐和陈医生在上海见面，因为陈医生正好要去上海参加一个医学研讨会。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外滩附近的一家西餐厅，我特意选了一个环境优雅、氛围浪漫的地方。当林小姐看到陈医生的第一眼，我就发现她的眼神变了，有一丝惊艳的感觉。陈医生身高1.82米，肩宽腰窄，一身得体的休闲西装，眼神温和中带着自信，举止得体大方，完全符合人们对医生的美好想象。你好，林小姐，很高兴认识你。陈医生微笑着伸出手，你好，陈医生。林小姐也礼貌地回应，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疏远和审视。两人坐下后，开始了第一次交谈。陈医生谈吐不凡，谈到医学话题时，眼神中流露出的专业和热情，让整个饭桌的气氛都活跃了起来。他讲述了自己在台大医学院的求学经历，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进修经验，以及回台湾后在医院的工作。其实台湾和大陆在医疗方面各有优势。陈医生谦虚地说，大陆的医疗设备更新换代很快，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大医院，很多高端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但台湾在医患关系、医疗服务和某些专科技术上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我所在的心胸外科，台湾的微创手术技术和术后康复体系是很成熟的。林小姐听得很认真，但还是忍不住问道，陈医生，我听说台湾医生的收入不高，是真的吗？我在一旁听到这个问题，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也太直接了吧。但陈医生并没有显得尴尬，反而坦然地回答，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确实，相比于大陆一些高薪行业，台湾医生的基本薪资可能不算特别高，但医生这个职业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薪水上。首先，医生的职业稳定性很高，不会因为经济波动就失业。其次，医生的职业寿命很长，可以工作到60-70岁。再者，除了基本薪资，还有手术提成、教学收入、门诊收入等多种收入来源。最重要的是，做医生能够直接帮助他人，这种成就感是很多高薪工作无法比拟的。听完陈医生的回答，林小姐若有所思，但眼神中的那份高傲依然没有消失。饭后，两人相谈甚欢，我看着气氛不错，就找了个借口先离开了，让他们两个单独相处。后来，林小姐告诉我，那天晚上陈医生送她回酒店的路上，两人又聊了很多。陈医生说起了台湾的生活，谈到台北的夜市、九份的山景、垦丁的海滩，还有台湾各地的美食和人文风情。林小姐发现，陈医生虽然是医生，但知识面很广，对文学、历史、艺术都有自己的见解，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只会看病的医生。不过，尽管第一次见面气氛不错，但林小姐依然对陈医生的经济条件有所保留。她后来告诉我，丽姐，陈医生人是挺好的，也很有修养，但我还是觉得条件上有些不匹配。你知道的，我在上海的生活水平很高，如果和他在一起，可能要降低生活标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我听完这话，真的很无语，但又不好直接指责他势利，只能委婉地说，小林啊，人与人之间的吸引力和匹配度不仅仅是看薪水的，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三观相合，性格互补，能共同成长。陈医生的人品、修养、能力都是一流的，这样的男人真的不多见啊。我知道丽姐你是为我好，但这毕竟关系到我的一生幸福，我还是要慎重考虑。林小姐坚持着自己的想法，就这样，两人开始了断断续续的异地恋，主要是通过视频聊天和偶尔的见面来维持。陈医生每次来上海参加学术会议，都会抽空和林小姐约会。林小姐也去过台北几次，但每次回来都会抱怨台北的节奏太慢，建筑不够现代化，购物环境不如上海等等。丽姐，你知道吗？台北连个像样的奢侈品商场都没有，香奈儿、爱马仕这些品牌的店面比上海的小多了，选择也少。我现在在上海，随便一个周末就能去国金中心、恒隆广场这样的顶级商场购物，但在台北，感觉生活品质下降了不少。林小姐不止一次地向我抱怨，我苦口婆心地劝她，小林啊，生活质量不只是体现在购物上啊，台湾的环境好，节奏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简单纯粹，
这些都是大城市买不到的幸福感啊！而且台北的医疗、教育资源都很好，社会福利也完善，这些才是长久生活真正需要看重的。我知道丽姐你说的对，但我已经习惯了上海的生活方式，一时难以调整。再说了，我在上海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如果去了台北，可能要从头开始，这个代价太大了。林小姐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陈医生似乎也感受到了林小姐的犹豫和抵触，但他却表现得很包容和理解。他告诉林小姐，我理解你的顾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追求。如果你觉得在上海更适合自己，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们可以慢慢来，不急于做决定。这种包容和体谅反而让林小姐更加纠结，一方面她被陈医生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另一方面她又放不下在上海的优越生活和事业前景。就在两人关系陷入焦灼状态的时候，一个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林小姐的想法。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林小姐的父亲突然胸痛，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了上海的一家3甲医院。当时陈医生恰好在上海参加一个医学研讨会，林小姐第一时间给他打了电话。陈医生，我爸爸突然胸痛，现在在医院急诊室，医生说可能是心脏问题，我好害怕。林小姐哭着说道。陈医生二话不说，立即赶到了医院。当他到达医院时，林小姐的父亲已经被初步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医院的心胸外科医生正在评估病情，但由于当晚急诊科特别忙，又恰逢科室主任外出开会，一时间竟找不到足够资深的医生来主刀。看到这种情况，陈医生立即向医院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提出愿意协助。起初，医院方面有些犹豫，毕竟陈医生来自台湾，职业资格和医疗责任等问题都需要考虑。但在紧急情况下，加上陈医生出示了自己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关于冠心病治疗的论文，以及在美国进修的相关证明，医院最终同意让他作为顾问参与手术。手术室内，陈医生冷静沉着，专业的指导和建议赢得了在场所有医护人员的尊重。他提出的几点关键建议，甚至帮助手术团队避开了几个潜在的风险点。3个小时后，手术成功完成，林小姐的父亲被送往 ICU 观察。手术很成功，你父亲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主要是右冠状动脉严重堵塞，我们已经放了支架，恢复得好的话，1周后就可以出院了。陈医生走出手术室，脱下帽子，疲惫但欣慰地告诉林小姐。林小姐激动地扑进他怀里，泪水打湿了她的白大褂。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爸爸，这是我应该做的，别担心，会没事的。陈医生轻轻拍着她的背，安慰道。这一刻，林小姐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看重的那些外在条件和物质享受，与生命的重量相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陈医生展现出来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远比他想象中的更有价值。手术后的第2天，林小姐就向公司请了假，准备在医院照顾父亲。而陈医生尽管有会议安排，却也推掉了后续行程，主动留下来协助观察病情。看着陈医生认真查看父亲的各项指标，与主治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林小姐的心中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动和敬佩。你昨晚一定累坏了，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吧？林小姐关切地对陈医生说。没关系，我习惯了。陈医生微笑着回答。在台北，我经常要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医生这个职业就是这样，病人的需要永远是第一位的。听到这话，林小姐不由得红了眼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是多么的肤浅和无知。她曾经嘲笑台湾医生的收入，却从未想过他们工作的辛苦和崇高。她曾经炫耀自己的高薪和奢侈品，却从未思考过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在医院的日子里，林小姐渐渐看到了陈医生的另一面。她对每一位患者都尊重且耐心，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不管是富人还是普通人，她与医院的医护人员相处融洽，即使是初次合作，也能很快建立起专业的信任。她对医学知识的追求近乎痴迷，每天都会抽空阅读最新的医学期刊和研究成果。有一次，
林小姐无意中听到陈医生在电话里和台北医院的同事讨论一个复杂的心脏搭桥手术方案，那些专业术语和详细分析，虽然她听不太懂，但也能感受到她对工作的热情和专注。挂了电话后，陈医生向她解释说，这是台北医院一个特殊的病例，同事们希望听听她的意见。你们台湾的医院经常会有这种跨院会诊吗？林小姐好奇地问道。是的，台湾的医疗体系很注重团队合作和资源共享，尤其是对于疑难杂症，我们经常会召集不同医院的专家进行讨论，以找到最佳的治疗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在某些医疗领域能够领先的原因之一。陈医生耐心地解释道。那大陆不是这样吗？林小姐继续问道。大陆的医疗体系有自己的优势，比如硬件设备更先进，病例数量更多，有利于某些疾病的研究，但在医患关系和医疗服务方面，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陈医生委婉地说道。不过近年来，两岸的医疗交流越来越多，彼此都在学习对方的长处，这是很好的现象。林小姐若有所思，她想起了自己在上海看病的经历，挂号难，等待时间长，医生看病时间短，患者和家属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甚至敌意，这些现象的确存在，而且很普遍。相比之下，陈医生所描述的台湾医疗环境似乎更加和谐和人性化。那台湾医生的收入真的像我之前听说的那么低吗？林小姐忍不住问出了她一直以来最关心的问题。陈医生笑了笑，并不回避这个敏感话题。收入这个问题确实因人而异，普通公立医院的基本工资可能不是很高，但还有许多其他收入来源，比如手术提成、私人门诊、教学和科研奖金等。我个人的年收入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约在70-80万左右。当然比不上你在外企的100万年薪，但在台湾已经是中上水平了。而且，陈医生继续说道，台湾的生活成本比上海低，社会福利也更完善。我们有全民健保，几乎所有疾病都能得到及时治疗，而不必担心高额医疗费。我们的教育资源丰富，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都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我们的食品安全有严格监管，环境污染相对较少，这些都是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吗？听着陈医生的娓娓道来，林小姐感到自己的世界观正在被逐渐打开。她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用来衡量成功和幸福的标准，或许过于狭隘和片面。就在林小姐的父亲准备出院的前一天，医院忽然紧急收治了一位心脏病患者，情况十分危急。由于主治医生正在手术室处理另一台手术，医院临时邀请陈医生协助诊治。陈医生，我们刚刚收治了一位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62岁男性，血压180/110，心率120，胸痛剧烈 ，CT 显示深主动脉有明显撕裂，已经开始向心包腔渗血了。急诊科医生紧急向陈医生汇报病情，立即准备手术，通知麻醉科和体外循环团队，我去看看患者。陈医生立刻进入专业状态，指挥若定。林小姐跟着陈医生来到急诊室，看着他快速检查患者，与医护人员讨论手术方案，那种专业自信和沉着冷静让他感到无比震撼。主动脉夹层第1型，病情危急，需要立即手术。陈医生迅速做出判断，准备主动脉根部置换术，同时需要冠状动脉再植，告诉家属风险很大，但不手术的话，生存率几乎为0。看着陈医生穿上手术服，走进手术室的背影，林小姐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医生这个职业的伟大和神圣。他们面对的是生死抉择，肩负的是救死扶伤的使命。这种职业价值又怎能用金钱来衡量呢？手术持续了将近10个小时，期间几次出现危急情况，但在陈医生的带领下，手术团队一次次化解危机，最终成功完成了这台高难度手术。当陈医生疲惫但满足地走出手术室时，林小姐迎了上去，递给他一杯热咖啡。你太棒了，那个病人真的得救了吗？暂时稳定下来了，接下来的48小时是关键。不过主动脉根部置换术是很成熟的技术，只要术后护理得当，康复的可能性很大。陈医生喝了一口咖啡，轻声说道，这种手术在台湾做得多吗？林小姐忍不住问道，
还算常见吧，我们医院平均每月会有2-3台类似的手术。陈医生回答，台湾在心脏外科领域的发展比较早，技术相对成熟，而且我们特别注重术后的康复治疗，有一套完整的随访和康复方案，能够帮助患者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天哪，我真的太无知了。林小姐感叹道，我一直以为台湾的医疗水平比不上大陆，现在看来我错得离谱。其实两岸医疗各有所长，陈医生微笑着说，大陆的医疗设备更新换代快，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大医院，很多高端设备都是世界领先的。而台湾在医患关系、医疗服务和某些专科技术上有自己的优势。如果两岸能够加强医疗合作和交流，相互学习，将是两岸人民的福音。林小姐的父亲很快康复出院，在回家的路上，他对女儿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小林啊，爸爸这次能平安无事，多亏了陈医生，这样的好男人，你可要好好珍惜啊。现在的年轻人总是看重表面的东西，却忽视了真正重要的品质。你想想，当你生病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些所谓的高薪豪车、奢侈品能给你带来什么安全感和幸福感？林小姐默默点头，心中已经有了决定。1个星期后，陈医生准备回台北，林小姐主动提出要送他去机场。在机场候机大厅，林小姐鼓起勇气，拉住陈医生的手。陈医生，这些天来，我对你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敬佩，我想跟你认真交往，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考虑去台北发展，重新开始我的事业。陈医生有些惊讶，但很快露出了温暖的笑容。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但我不希望你为了我放弃自己在上海的一切。也许我们可以先保持现在的关系，等彼此都更了解对方后再做决定。不，我已经想清楚了。林小姐坚定地说，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明白，真正的幸福不是来自物质的丰富，而是精神的富足和心灵的满足。我曾经盲目追求所谓的高薪和社会地位，却忽视了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看到你救死扶伤的样子，我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成就感和自豪感。陈医生感动地握住了他的手，如果你真的决定了，我会全力支持你。台北虽然没有上海那么繁华，但也有自己的魅力和机会，而且我相信以你的能力和经验，在台北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发展平台。我会努力适应台北的生活。林小姐笑着说，虽然那里可能没有那么多奢侈品店，但听说夜市的美食很丰富。两人相视而笑，在候机大厅里紧紧相拥。半年后，林小姐成功申请到了台湾一家知名企业的职位，薪水虽然比在上海时少了1/3，但工作环境和生活节奏都让她感到十分舒适。而更让她惊喜的是，台北的生活成本比上海低得多，尤其是住房成本，让她即使收入降低，生活质量却丝毫没有下降。在台北，林小姐渐渐爱上了这座城市的慢节奏和人情味。她喜欢清晨去公园看老人们打太极，喜欢周末和陈医生一起骑行在河滨公园的小道上，喜欢傍晚去夜市品尝各种美食，喜欢节假日和陈医生开车环岛旅行，看遍台湾的美景。最让林小姐感到惊讶的是台湾的医疗服务。有一次她感冒去看医生，挂号、候诊、看病、拿药的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医生问诊细致入微，护士态度亲切和蔼，而且因为有健保，他只花了不到100元人民币就解决了全部医疗费用。在上海，我每次看病至少要花半天时间，还要忍受拥挤的候诊室和医生匆忙的问诊，而且费用至少要几百元。林小姐感叹道，现在我终于明白你说的生活质量是什么意思了。陈医生笑着说，这就是台湾医疗的特点。我们注重的是医疗服务的体验和效率，而不仅仅是医疗技术本身。当然，大陆的医疗体系也在不断改进，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小姐和陈医生的感情越来越深厚。1年后的一个周末，陈医生带林小姐去了垦丁的海边，在浪漫的晚霞中向她求婚。林小姐，我爱你，愿意嫁给我吗？陈医生单膝跪地，手捧着一枚钻戒，我愿意。林小姐激动地点头，泪水在眼眶中打转，这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婚后，两人在台北市区购买了一套温馨的小公寓，虽然面积不大，但环境优美。
交通便利，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家。林小姐的事业也在稳步发展，她凭借在大陆市场的经验，成功帮助台湾公司开拓了大陆业务，获得了公司的高度认可。最后，祝福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祝福两岸的年轻人都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